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Susan，一位生活在新西兰的园艺爱好者。大家喜欢吃生菜吗？生菜的吃法非常多，早餐的汉堡啊、三明治都缺不了生菜。我们还可以用生菜来做色拉，有些生菜的品种呢，我还可以用来清炒，做蒜泥生菜、蚝油生菜。最重要的是，生菜非常的好种，而且收获期非常短。如果你所居住的地区呢，夏季的气温不是特别的高，那么一年四季都可以种。既然生菜有这么多的用途，而且这么容易种，我们还等什么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种生菜吧。好，我们先来育生菜苗。我这里用的是有机的育苗土，种子需要的营养成分呢已经混合在土里了，所以用起来非常的方便。如果大家和我一样，育苗的数量不是很多，直接买这种育苗土是非常方便的。大家看，土的颗粒非常细腻，非常有利于种子的发芽。我每次育苗的量都不会很多，用这个小的育苗盒就够了。这个呢是羽衣生菜的种子，不过我地里还有，所以我们今天不育。今天呢，我要育这种生菜的种子。这种生菜是两个颜色，绿色和红色。我地里的这个品种的生菜是夏天种的，现在已经开始长杆子了，所以呢，我要补种一些。我们把种子均匀地撒在土上。其他品种的生菜也可以这样育苗。现在气温比较低，我们就用这种 seed cover 覆盖在种子上面。它的材质非常轻，又可以保持种子的湿润，非常利于种子的发芽。为了能更好的保温呢，我们再盖上一层保鲜膜。然后用橡皮筋给它固定一下。然后我再用小镊子戳几个洞，给它透气。再找一个塑料盒，我这里用的是装豆腐的盒子，把育苗盆放到塑料盒里面，浇上水，让育苗土呢慢慢的吸煮水分。好了，接下去我们就等待种子发芽了。这是育苗后的第8天，种子已经发芽了。这是第13天，小苗明显长大了不少，但是针叶呢还没长出来。如果想要移植的话，还要等个10天半个月。所以冬季气温在10几度的情况下，从育苗到移植大约需要1个月的时间。这是我入冬前种的一批生菜，缓苗呢花了一点时间，现在呢进入生长期，可以采收了。我们要把枯叶、生虫的叶子给它摘掉，同时呢，给它剪掉几棵，让它们有更多的空间可以生长。这个品种呢叫韩国生菜，吃烤肉的时候包着吃是最好的了。我先把挤在上海青旁边的这棵给它剪掉。大家看一下，水嫩水嫩的。现在的生菜吃起来不但清脆，而且还有丝丝的甜味。有的朋友会问，为什么有时候我种的生菜会发苦呢？根据我个人的经验，如果气温太高、浇水又不足的情况下呢，生菜呢就容易长老，颜色就会变成深绿色。这时候的生菜呢，吃起来是苦的。在其他的季节，如果气温不是特别高，也不缺水，生菜是非常好种植的。奥克兰现在冬季白天的气温一直保持在10几度，晚上的气温会低一些。同时呢，雨水又特别多，这种气温和降雨量呢，非常适合生菜还有其他绿叶菜的生长。我们只要及时的见苗，给它通风，把腐烂的叶子呢也及时的清理掉。基本上呢，不用特别的管理，我们就可以一直采收。见完这几颗呢，剩下来的生菜我就会扒叶子吃。大家看，这黄色的叶子呢，就是因为它们挤在一起，地又特别湿，所以我们把下面一圈发黄生病的叶子把它全部处理掉。
还有几个虫洞呢是蜗牛咬的。我做的菜床的高度是30公分，这个高度呢还不能阻止强壮的蜗牛爬上来。不过蜗牛的数量呢是很有限的，我只要把枯叶清理之后呢，找一找把它们捉掉就可以了。这也是菜床种菜的好处之一，能够大大的减少蜗牛的数量，保护我们的蔬菜。这是一颗大颗的羽衣生菜，长得非常健康，它周围的空间呢也足够大，所以呢，我今天就不采摘。叶子非常健康，一个虫洞也没有。因为蜗牛呢最喜欢躲在阴暗潮湿的地方，所以菜挤在一起啊，它是最喜欢的。像这种旁边空间很大、很通风的菜，它一般也不会来。这就是明显的对比，挤在一起的菜呢，不但有虫洞，而且呢还有腐叶、烂叶、病叶。所以，经常清理我们的小菜地是非常必要的，能够及时的防止病虫害的泛滥。这2棵生菜就是我今天育苗的品种。当生菜开始长杆子的时候呢，它就开始慢慢的变老，味道就开始发苦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要考虑重新育苗了。我们把这2颗的尖给它摘下来，杆子就不要了。这就是我今天的收获。我非常喜欢吃这个品种的生菜。除了生吃，我更喜欢把它清炒一下，或做成蚝油生菜，因为它的味道和莴笋叶子非常的像。希望大家喜欢我的分享，同时非常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